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周末当然要出去兜兜风啦。会去提沃利小镇，然后提沃利小镇有一个艾斯特别墅，华人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千泉宫。大家通过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，它是一个以喷泉而著称的花园。我们去完之后，今天也还会去阿尔巴诺湖，它是一个火山湖。然后在旁边有一个甘尔多夫堡，然后在那边会有一个梵蒂冈教主的别墅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在前往阿尔巴诺湖畔和提沃利小镇之前，刚好途经我住处附近的古罗马阿皮亚古道和昆提利别墅。在出发之前，在我们住的附近有一个昆蒂利尼别墅，在这个遗址的附近也有一条罗马古道，它是古罗马时期意大利南部通往罗马的必经之地。昆提利别墅坐落于山间台地，可以俯瞰整个罗马城。其最早可追溯公元1世纪，属于昆提利兄弟。兄弟俩因密谋反对当时的康茂德斯皇帝而被杀，他们的别墅也被没收。此后，康茂德斯皇帝和他之后的皇帝大多居住在此。在这个大型别墅中，有防御工事、竞技场、剧院、赛马场、大型水疗中心、葡萄酒地窖等等，非常令人震惊。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厅，对，然后有很多这样的拱门。它这个别墅中的墙非常厚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大概有半米这样的墙的厚度。它这样设计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它完完全全的可以做到一个冬暖夏凉的效果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古罗马人在冬天在房间里御寒的，这可能是最初的一种暖气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脚下有很多这样的带孔洞的砖，大家可以看里面都是空心的，这些砖都是和一个加热房连通的，焚烧一些东西啊，也可能是一些热水，它的这些热气就会通过这些孔隙形成一个循环系统，然后使整个房间都非常的温暖。还可以清楚的看到它原来室内的意大利地砖，可以看一下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的人们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工作，在这里歌舞升平，然后一下子都随着时间烟消云散。只有这些残垣断壁，我们还能丝丝的听到一些历史的回声。我们不断的去探究古人的遗址，追溯他们的故事，哪怕触摸到一丝丝，勾勒出一点点他们生活的状态，都会觉得非常的欣慰和惊喜。这也许就是古人留给全天下人的遗产。大家看我后边的羊群所走的这个道，就是阿皮亚古道，意大利南部进入罗马的必经之路。阿皮亚古道被称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，于公元前312年设计，采用双向通行设计。古道最下面铺设鹅卵石，表面铺设细砂石，这样的设计更适合路面排水，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。条条大路通罗马中的其中一条，大家可以看后面非常的长，而这只是在罗马的一部分，就是它可以通到非常非常南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偷的这张地图，大家就知道它是有多么的恢宏。发现了这个古道上很好看的一个人家的大门，真的好漂亮。无论是早上还是傍晚，在这里逛一逛，心情都会非常的好。而且在这条道的附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别的游客，然后人也非常的稀少，非常非常的安静。坐一站就到了我要坐大巴的地方了。这个湖是在罗马的市郊。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教皇的夏宫。
这个就是教皇的车，然后上面挂的是梵蒂冈的旗帜。这个是教皇的3轮车，特别可爱一个。这个是教皇的吉普车。因为这个地方是它现在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的，只是看教皇他本人要不要来。它还有使用的功能，所以它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像遗迹，还是像家一样，还是很新的。甘多尔夫堡高居于阿尔巴诺山上，不仅可以俯视整个罗马城，也能俯视待会儿要去的阿尔巴诺湖，是教宗的夏季别墅，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，目前仍在使用。里面包括教宗的花园、会客厅、卧室、餐厅、书房等等，完全可以理解为教宗夏季的山间湖畔别墅。背后的就是教皇的卧室，然后这个是他的床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。我们待会儿就要坐这个小旅游观光巴士，游览这个教皇的夏宫。这边的地中海气候，所以太阳非常的直射，它的色彩的饱和度非常的高，所以大家看我拍的那些照片不需要把那个饱和度调得很高，它自然而然的就是那种饱和度很高的那种色彩。他们这边穿的一些晚礼服呀，或者他们喜欢的一些颜色，都是非常鲜艳的，这可能跟他们平时的这种视觉感受是有很强烈的关系。这么多，这个是我们点的帕尼尼，它外面是一个硬面包，然后里面加的是这种培根肉，而且它这个肉看起来非常的厚。因为这样的果汁，然后再加上这样的帕尼尼，大概是50多块钱人民币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沿着这个步道，然后去这个湖边，走吧。阿尔巴诺湖是一个古老的火山湖，由于湖水水位下降，考古学家在1984年发现了一个公元前20世纪或19世纪时期的村落，此后逐渐发展为更大的聚落。根据专家学者的研究，该地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被罗马人夷为平地。网络上说这是罗马文明的发祥地，但根据我大量的信息搜集与佐证，这样的表述纯属杜撰，没有任何依据。
那个小镇了吗？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。今天的最后一站是提沃利小镇的艾斯特别墅。提沃利小镇地处山谷间，不仅气候温和，而且森林茂密，也遍布着众多溪流。自罗马帝国时期就是贵族的保养地。这个小街道看起来真的好像重庆或者是福州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在艾斯特别墅入口处，然后有一家教堂，哇，非常高的穹顶，然后再加上非常大的祭坛，而且它的玻璃是黄色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当有太阳光照下来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圣光的感觉。大家看到了吗？那个不是夕阳，也不是落日，就是黄色玻璃所映照出来一种很神圣、很典雅、夕阳西下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教堂里的油画都是比较灰的了，就是已经褪色了，但是在黄光这样的照射下，就给人一种更多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在里面。艾斯特别墅由艾斯特委托风格主义建筑师建造的，始建于14世纪。别墅内有多处效仿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的雕塑喷泉，数量多达约500处，是文艺复兴后期极具代表性的意大利庭院。喷泉并不是靠水泵的，它的这些喷泉全部都是由山上的瀑布放在一个蓄水池里，靠压力，然后把它迸发出来。说到风格主义，它是文艺复兴晚期出现的一种艺术潮流。在文艺复兴全盛时期，古典主义对人体的写实描绘和透视法达到顶峰后，一些画家开始刻意地将画面结构扭曲，产生非理性的情感和艺术空间，瘦长的形式、夸张的风格、不平衡的姿态来描绘人物和动物，以此产生戏剧化的画面效果。下午这么好的阳光，然后在这个小镇上，真的很适合去喝一杯，找一家咖啡馆。罗马周边的小镇远离喧嚣，在惬意和寂静中沐浴着地中海的阳光。那如果你想要关注我更多欧洲旅行生活影片的话呢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跟我分享一些欧洲旅行的推荐地。我是古元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